姨，这是我和我朋友的位置，请你坐回自己的位置。你个小姑娘家家的，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好了，不就是2张票吗？拿走拿走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真是没家调。你说谁没家调呢？阿姨杨理，这明明是我家买的位置，你凭什么坐？这可由不得你让不让的，你爱坐不坐，我是不可能让的。7座和8座，这可是我花了2倍的价钱才抢到的带按摩功能的 C 位。知道你最会享受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这2个座位是我们的，请您核对一下票根。阿姨，请你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我们要看电影了。嚷嚷什么呀？这是第1排的特惠票，离大屏幕近，看得多清楚。给你们小年轻人换个好位置。阿姨，我这位置是花2倍价钱买的优选位，带按摩功能的，我不换，请您挪窝。干嘛呢？堵着路！电影要开始了，能不能快点啊？有没有素质啊？挡着！别动手！大家快看啦，有人抢座位啦！你圣母心大爆发了！你傻呀？那女人一看就是个极品泼妇，你干不过她的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把座位换给这样没素质的人。你看好他们，我去找人。苏苏已经去叫工作人员了，你要是再不让位，一会儿被强制丢出去，丢脸的可是你。你个女孩子家家的，长得挺漂亮，心肠怎么这么毒？没看到我还带着个孩子吗？要是吓着她，影响她看电影，我今天跟你没完！孩子，大妈，您管旁边这个30好几、起码200斤的油腻大包子叫孩子？好啊，你敢骂我宝贝儿子，看我不撕烂你那张嘴！你敢动手试试，我立刻报警！报警！哎呦，我不让了，又是不让，我手上有票，谁拦我都不怕。我真是开了眼了。姑娘，就让个座吧，别耽误大家观影了。吃亏不算事儿，别太自私，要闹出去闹。既然大家都大度，那你们谁愿意跟他换座？慷他人之考，真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座位，你们坐错了吧？宝贝儿子，你躺这儿来，把脚放那儿去，别蜷着腿，累。这特么是巨婴变异了吧？一个人坐3个座。孩子体型大，坐不下，前排明明有空位，非要欺负我们弱势群体，真是自私又恶毒。弱势群体，大妈，你睁眼看看你儿子这体型，他一顿饭能吃我3天的量。不走是吧？行，哥们儿帮你物理挪位。小流氓要打死老太婆了！哎呦，我心口疼，我心脏病犯了！你少在那儿演！可是吓死人了！搞什么啊？能不能看了？影院保安死哪儿去了？心脏病，我看他是贪吃病。泼妇我治不了，对付这种只长肉不长脑的巨婴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妈，我的爆米花，爆米花不见了！我要吃爆米花，快去给我买，不买我就不看了！赶紧把我儿子的爆米花还回来，不然没完！想把我引走好抢座位，我告诉你没门！行啊，老太婆，长脑子了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妈，有人抢我座儿，快来救我呀！大家看呐，有人抢座位啦！我就不让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！哼，儿子，快试试。这椅子按的可真得劲儿，不白坐。苏苏这是迷路到国外去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姐，你去了大半天就搬来一个救兵，过节期间人手全去检票口了，能拽来一个就不错了。就他这小身板，对付那个老太婆，悬。工作人员，赶紧把这2个霸座的轰出去！就是，电影都放了快20分钟了。我们花钱是来看电影的，不是看撒泼的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请出示您的票根。票根我就是票根，你个打工的也敢管我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卷铺盖卷滚蛋？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些事情。麻烦大家再给我点时间，谢谢大家了。这位女士您好，
本院规定1票1号，按号入座。麻烦您带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否则我们将按照规定为您办理退票，并将您列入影院永久黑名单。黑名单？你吓唬谁呢？你不过就是个服务员，我是花钱进来的顾客，是的上帝，你没资格赶我，赶紧一边去，别耽误我宝贝儿子看电影。要是把他看不开心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女士，我最后再询问您一次，您确定要继续霸占这2个座位吗？我就占了，怎么着？你有本事把警察叫来呀！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。既然你想见警察，那就成全你。就不让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有本事你就找人把我丢出去啊！果然，大家都是怕沾上这种滚刀肉，万一被讹上，这辈子就毁了。看来常规手段是行不通了。帅哥，别跟他费口舌了，这老太太是职业滚刀肉，赶紧叫保安和经理吧。这一厅的人要是全退票，这损失你可担不起。10号厅有人恶意霸座、煽动闹事，请保安组立刻过来，顺便通知刘经理，现场控制不住了。女士，我是本院的值班经理，现在向您发出最后通牒，请立即带孩子回到您自己的座位，并向被骚扰的顾客道歉。道歉？我坐着看得起你们。如果您拒绝配合，我们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，强制将您驱出场，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计时3秒，1、2。你们敢打人了！我花了钱买票，我就是天，你们谁敢碰我一下试试？哎呦，我心脏难受，我有心脏病，谁碰我就倒在这儿。又来这招，经理可千万别被他给唬住了。强制带离，出了事我负责。滚开！救命啊！妈妈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他们不让我看电影。儿子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们放开我儿子！行，座我不占了，放开我儿子，不然我以后天天上你们电影院门口堵着，我看谁熬得过谁。住手！先放开。经理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就怂了？还以为你们多能呢。行了，我今天大发慈悲，给你们让出2个座，这2个座我们挤一挤，那边的座退给那俩男的，你们赶紧滚。合着你是看那俩男生不好惹，就专门贼着我们2个女生薅羊毛是吧？这位女士，要不就算了吧。算了，这样我赔付3倍票价，再送2张观影券，麻烦2位换个场次可以吗？你也看到了，这人就是个滚刀肉，真闹起来天天来堵门，影院也没法正常经营，再僵持下去全场都会退票，巨额损失我承担不起，还请您体谅体谅。小小，要不咱拿钱走人，跟这种人耗着确实没意思。体谅他，谁来体谅我的公道？息事钱，小小，算了吧，连苏苏也让我退缩。行了，小姑娘，见好就收吧，3倍票价够你吃顿大餐了。就是，别在这杠了，大家还要看电影呢，你一个人的事儿耽误这么多人，好意思吗？嗨，经理早说给3倍补偿，我刚才肯定不争这一气。哎，美女，要不我把座位让给你坐，你把那3倍补偿款给我，怎么样？行啊，你现在就把座位继续让给那对母子，看看经理会不会给你补这笔钱。经理，我也让座，给我也补3倍。不好意思2位，主动让座属于个人行为，本院概不补偿。你看经理都这么为难了，你再闹下去，一会儿全场退票，这损失你赔得起吗？我们这可都是为你好，见好就收，赶紧出去吧。赶紧出去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算了。我是受害者，结果在你们嘴里我倒成了损害大家利益的恶人，而那个占座的倒成了你们维护的对象。你们跟这种恶意占座、蛮不讲理的人坐在一起，确定能安心看电影？这种人沾上就能讹得你倾家荡产，你们不怕？哎，大妈，你往那边挪挪，我们还没坐呢。经理，你快管管啊！这老太太又坐我们位置上去了。女士，最后一次警告，请不要侵占他人的合法座位空间。催什么催？这一身肉又不是我想长的。哎呀，前面的小姑娘，你别在那杵着了，挡着屏幕了。就是要闹出去闹，别耽误大家。您别冲动。经理，既然你不敢，那就让我自己来。你不把座位还给我，这电影你也别想看一眼。你个疯子！妈，我看不见了，好刺眼！前面的
你有病吧？关灯！有没有素质啊？行了，我让给你还不行吗？别晃了！还不赶紧滚！想让我们走？行啊，你拿10倍的票价把这2张票买回去，我立马带儿子走。 10倍票价吗？你脑子里装的是哪个牌子的豆腐渣？还没睡醒吧？你先别急着喷，看清楚这票上的字儿再说。这怎么可能？这2个座位分明是我的！大家伙儿快来看看啊！这俩女生没票霸座，还拿手电筒晃我们孤儿寡母，真是没天理了！不对，我进场对座号的时候分明还拿着票，肯定是刚才这老太婆跟我推搡拉扯的时候趁乱偷走了。潇潇，票真的不见了！呸！搞了半天是贼喊捉贼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心计真深。快拍下来发网上，让大家看看这俩撒谎精的嘴脸，差点被他们当枪使了。女士，这2张确实是优选位的票，既然你们拿不出票，请立刻离开，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。听见没？滚出去！再不滚，我就要告你们偷窃！别放了，退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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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潇潇，要不咱们先走吧，这阵仗太吓人了。绝不能走，现在走，看测了明天我就能上全封箱、全网热搜。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心机女霸座还倒打一耙。既然你想要我社死，那咱们就看看谁先死。带他们出去，别在这儿影响治安。我看谁敢动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们影院还没报警抓你，你居然敢恶人先告状，把你赶出去是给你留脸面。你再闹下去，我不仅联合全市影院封杀你，今天全场退票的几10万损失，我也全算在你头上。封杀我？经理，你到现在连后台购票记录都没查过，凭什么判定我是贼？我有胆子按这3个数，自然有我的底气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滨海路影城10号厅有人偷盗我的电钥并强占我的座位，现在还倒打一耙对我进行污蔑。我现在被影院多名男性保安非法围堵，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，请立刻出警救我。女士，既然您说您有底气，能不能请您把手机里的购票记录打开，让我核实一下？没问题。你占座还敢诬陷我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有壳，摔一下能怎样？大妈，您是想摔烂我手机让我没证据吧？可惜这天不遂你愿。对不起，这位女士，是我失职，刚才误会您了。哼，也就是我没那么好欺负，换个包子性格的，今天不得被你们冤死！我看谁敢动我！今天这电影我看定了，座我也坐定了，我有票，他们来了我也不怕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老公可是这个商场的老大，整个物业都归他管。你们敢动我一下，明天我就让你们电影院关门。那请问您先生尊姓大名，我也好核对一下。你管他叫什么，反正你惹不起。既然老公这么厉害，怎么连张优选位的票都买不起，还得靠偷啊？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商场夫人了。大妈，您要是播不出名字，那可就是招摇闯骗，数罪并罚了。你们还敢骂我老公？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们这辈子都进不了这大门？大妈，您以为这地儿是您家后花园，全城就您一家商场啊？大妈，您就是在撒谎，您老公真厉害，早该拿出来压我，或许我就让座了，也不至于让您满身爆米花当众丢人。谁扯谎了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老公叫李大富，是这大和商场的总经理，整个商场都是他说了算。让刚才里面拍视频的那几个赶紧给我删了，否则我老公一句话，全城的商场都会封杀你们。你们影院想私聊也行，只要以后给我免票，我就不把今天的事儿告诉我老公。还有你这个疯子，刚才打了我，现在立马拿10万块医疗费出来，否则我让你牢底坐穿。还总经理呢？我看是总清理吧，扫大街的那种。这位女士，我们大和商场的总经理姓张不姓李，我在这儿干了3年，从没听过李大富这号人物。那是你级别太低，我老公那种日理万机的大人物，是你这种看大门的能随便见的吗？既然这样，大妈，您赶紧把这位大人物请过来，当众打打我们的脸，快打吧，别让李总经理等急了。叫就叫，一会儿等他来了，你们一个个都得给我跪下求饶。你又带着儿子去哪儿潇洒去了？我在外面拼死拼活挣钱，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有。老公，你先别生气，我在你的商场里被人给欺负了，好几个人要打我，你快带人来救我。都听好了，我老公马上就带人过来，尤其是你这个疯子，还有你这个破经理，你们就等着吧。谁报的警？这里，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什么情况？说清楚。同志，我和朋友提前在网上买了10号厅7排6座和7座的优选票，因为是按摩椅位，票价是普通票的2倍。但我们进场时，他们已经强行霸占了座位。对方不仅拒绝挪位，还拿出2张特惠票想强行跟我们换。我不肯，这位女士就开始当众辱骂，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讹诈。同志，
我刚才一直试着跟他们讲道理，可对方态度极其恶劣，不仅不让，还塞给我2张第1排的特惠票，嘴里嚷嚷着是大发善心跟我换座。对，我们不肯换，他们就赖着不走。后来我去找工作人员求助，这位阿姨竟然还对我朋友动手，甚至想抢夺她的手机毁掉证据。这位女士，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同志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俩给骗了啊！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他们2个根本没票，就是看我带着个孩子想硬抢。同志，他这是在演戏，那2张票根确实是那个座位，但那是我买的，这是我的购票记录，所有都对得一清二楚。票是刚才现场混乱时他趁我不注意偷走的。而且刚才那么多观众都举着手机呢，影厅顶上还有全景监控，是谁在说谎，拍得一清二楚。一会儿去找观众核实一下。这位女士，既然你说票是你的，请立刻出示你的电子购票记录。那个票是我儿子买的，记录在他手机里。小伙子，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打开购票记录，让我核实。儿子，醒醒，快把你手机拿出来给警察同志看看咱们的购票记录。啥？什么购票记录？就是咱们买电影票的记录啊，在手机 APP 里，你快翻出来给警察看。妈，我找不到。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你平时打游戏不是挺灵光的吗？再好好找找。我就是找不到嘛，都怪你，非要让我找什么记录，烦死了！我都说我不会弄。那个同志，可能是被我儿子不小心删了，但我发誓，我绝对买了票的，我对天发誓。大妈，您这是发的，老天爷听了都得打个雷。这位女士，你拿不出购票记录，也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那2个座位属于你。但是林晓有完整的购票记录，以及全场的人证和监控视频。你说我该信谁？那是他们串通好的，那些观众都是李晓花钱雇来的演员。刚才我已经进入影厅，核实了多名观众的拍摄内容，确认了事件全部。这位女士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跟我回所里接受调查。凭什么？我又没犯法，你凭什么抓我？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，故意伤害他人，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你立刻配合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今天谁也别想动我。你们要是有种抓我，就干脆把我这把老骨头抬出去。最后一次警告，请您配合，否则我们将依法对您采取强制措施。你们欺负老实人，你们这就是官官相护。您是不是老实人？回派出所查一下就清楚了。儿子，大壮，快来帮妈呀！救命啊！儿子，有人抓妈妈！大壮，老实点，别乱动。小小，我陪你一起去所里。好。同志，请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情况？我的手表呢？什么手表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刚才一直戴在左手上的手表，刚才推搡拉扯的时候，你偷走了。你胡说八道，谁偷你表了？同志，你听听，他这是血口喷人，他这是敲诈！同志，我刚才检查购票记录时发现，我手腕上戴的手表不见了，那是一块姜文大单的限量款，价值17万，是我去年拿会抽中的特等奖。我怀疑是他趁刚才故意跟我肢体冲突的时候，顺手牵羊了。17万的手表，这大妈疯了吧？这可不是小事了，偷价值17万的东西，这下够判好几年了吧？你胡说！林晓，你污蔑我，我没偷，我什么也没偷。林晓女士，我再向你确认一遍，你确定手表是在影厅里，或者是在和王大妈发生冲突期间的？确定。进场对座位号时我还看过时间，表就在手腕上，但刚才王大妈推搡翻包找票的时候，手表不见了。王大妈，关于手表的事情，你现在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同志，你们要相信我啊，我真的没偷，我就是再混蛋也不敢偷17万的东西啊。王大妈，既然你坚持说没偷，那就请配合搜身检查，有没有偷，当面查一下就知道了。报告，王大妈身上没有发现手表。看吧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就说没偷，他就是想讹人，你们冤枉好人，我要投诉你们，我要让你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同志，麻烦查一下大壮身上。林晓，你敢？你们敢动我儿子试试？我今天非跟你拼命不可！冷静点儿，王大妈，你再这样阻碍执法，我就把你铐在栏杆上了。你们不能动大壮，大壮有病，大壮有精神疾病，你们知道吗？谁动大壮，大壮就犯病。要是大壮受了惊吓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同志，我只是在行使正常的报案人权利。如果手表不在他身上，我愿意当众向这位女士和她儿子道歉。但如果表真的在他身上，价值17万的财物失窃，那是刑事犯罪，数额巨大。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。没事，别紧张。
我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只要你没拿东西，没人会抓你。你们听见没？滚开啊！别碰我儿子！通知影院机房，立刻调取这间影厅从开场到现在的所有全景监控。是。大妈，监控可不会像你儿子一样犯病，谁拿了表，待会儿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位先生，打扰一下，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我妈说了，谁都不许碰我。大壮别怕，我不碰你，我就是想问问你口袋里是什么宝贝呀？是吃的。是吗？能给我看看吗？不行，我妈说了，这东西谁要都不给。老张，调到了。我在监控室粗略拉了一下进度条，确实是这位女士趁乱在拉扯中，从报案人手腕上迅速拿下了手表，然后趁着大家不注意，直接塞进了他儿子的卫衣口袋里。小伙子，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，现在，立刻！不可能，监控怎么会拍到那个位置？明明是死角，那个角落明明……这位先生，请立刻站起来，我们要依法对你进行搜查。妈，他要打我！老张，找到了。人赃俱获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仔细看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。同志，你看，这是我去年佳慧抽中1等奖时公司特意刻上去的，这足以证明表是我的。这位女士，你现在涉及的不仅仅是扰乱公共秩序和故意伤害，数额达17万。这属于涉嫌盗窃，数额特别巨大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这可是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无期徒刑的。同志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，我就是看那块表亮晶晶的好看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不知道它这么贵呀。我要是知道它值10几万，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拿呀。我以为那就是个几十块钱的地摊货。地摊货，大妈，既然你觉得是地摊货，那你还费那么大劲儿趁乱从我手上偷走它干嘛？占便宜没够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赶紧放开我老婆！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合伙欺负我，还要把我抓去坐牢。不管你是谁，他涉嫌盗窃，必须带回警局。既然你是他的家属，那就跟我们一起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让我跟你们走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这商场的总经理，这地盘让我说了算。请便，但现在请不要妨碍公务，带走。你们放开我！等一下，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抓人得有由头和证据吧？不说清楚这事儿到底是谁的错，你们别想把人带走，小心我去投诉你们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证据是吧？好，我当告诉你，你的妻子不仅恶意霸占他人座位，还在刚才的冲突中趁乱盗窃了这位女士价值不菲手表。更严重的是，在我们要依法传唤她时，她暴力抗法，涉嫌盗窃、徇姿势、阻碍执行职务。监控录像、购票记录、影院群众的视频，每一项都是铁证。我在这里明确表态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，我绝不私了，绝不和解，我要追究到底，让他付出法律代价。你真是成事不足，坏事有余。你不是说有人抢你的座位就要讹对方10倍票钱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扛，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老公，你怎么能不管我？我可是你老婆。闭嘴！谁是你老公？副总经理，您怎么亲自大驾光临了？听说这里有位姓李的先生，自称是这家商场的总经理。就是这位李大富先生。你说他，我倒是认识，采购部的一个普通小职员小李。李大富，上班不在采购部履职，跑来这里还敢冒充商场总经理？副总，我就是我。副总，李大夫妇不仅霸占座位、撒泼打人，还冒充您上司，仗势欺人，威胁员工，败坏商场声誉啊！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谁给你们的胆子。很好，李大富，你既想当总经理，明天起不用来采购部上班了。副总，这事儿我不知情，都是他自作主张啊！副总，求您再给次机会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丢不得这份工作。上有老下小不能成你冒充高管欺压顾客的理由。保安，给我拉出去！你害惨我了，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。回家我就跟你离婚，必须离婚。不，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同志，我赔钱，我把钱赔给他还不行吗？晚了，有什么话回局里跟审讯员慢慢说去吧。走。尊贵的顾客，抱歉，因我方管理疏稀扰了兴致，我代表商场致歉。道歉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我们听的人都没看上电影。让顾客都放心，我们绝不推诿责任。本场电影票价由商场全责退款。此外，在出口设登记台，本影厅官除退票外，每人另赠100元购物卡致歉。副总英明，处理得太完美了。您这边请，我亲自送您出去。不用妈妈，我不走。警察同志，
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！你们抓我性别带走他呀！总算处理完了，现在去警局做笔录敲定案件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抓到你啦，大英雄！这是准备去哪儿啊？你这丫头，我还以为你被那阵仗吓坏了，偷偷溜回家了呢，怎么现在才冒出来？走吧，跟我一起去警局协助调查。走走走，警车不够坐了对吧？本小姐今天破费，请你坐专车。老实交代吧，刚才在影厅里那个威风凛凛的商场副总是你叫来的救兵吧？那必须的呀，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你坚持要做的事儿，还是跟那种无赖死磕到底。我作为你的坚强后盾，当然得全力支持喽。你可真行，刚才你消失了好大半天，我还真以为你丢下我跑路了。快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个副总经理的？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，我一看那个王大妈撒泼打滚的架势，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，我就知道这事情没那么简单，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确实，那王大妈油盐不进，完全不讲理，典型的市井无脉。对啊，我想着要把这种仗势欺人的无赖一巴掌拍死，就得找个能真正压得住场子的大 boss， 所以你就一个人偷偷溜出去找大 boss 了。没错，趁着你们在吵的时候，我就猫着腰，顺着墙边偷偷溜出去，直接坐电梯奔着商场的高层办公区去了。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大型商场高层办公区门禁严苛，安保充足，一般人都难以随意进入。硬闯当然不能随便进啦，但是删人自有妙计。少卖关子了，快点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混进去的？又是怎么说动那个副总亲自下楼来平事儿的？接下来，请听本小姐为你隆重讲述什么是教科书级别的神级演技与绝地反击。这事儿啊，还得从办公区前台那个漂亮小姐姐说起。办公区确实不让进，但我嘴甜啊！我当时走到前台，瞬间就给自己立了一个人设。姐姐，前台姐姐，快帮帮我！这位女士，您怎么了？这里是内部办公区，请问您找谁？姐姐，我是你们商场副总经理的远房侄女，我今天刚来城里找我叔叔玩，结果在楼下医院被人欺负了。我有10万火急的事要找我叔叔，求求你帮我通报一声吧。副总的远房侄女，可是副总没交代过今天有亲戚要来啊。姐姐，我叔叔要是知道我在他的地盘被人欺负成这样，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万一耽误了事儿，您可担待不起啊！您就打个电话提一句他远房侄女来了就行。喂，副总吗？前台有一位自称是您远房侄女的女孩说要见您，看起来挺着急的。副总刚好在办公室，您顺着走廊往里走，最里面的那间就是。谢谢姐姐。你是我哪个远房亲戚？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生？叔叔，你等会儿，谁是你叔叔？你到底是谁？叔叔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的名誉马上就要被人毁干净了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敢毁我的名誉？楼下巨幕影厅里有个大妈，不仅恶意霸占我和我朋友的座位，还到处跟人嚷嚷，说她是这家商场总经理的老婆，说商场就是她家开的，谁敢惹她，她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岂有此理！叔叔，您不知道她有多嚣张，她打着您的旗号欺负我们小姑娘，她还说总经理夫人的身份就是免死金牌，您光辉伟岸的形象马上就要被这个冒牌货给全毁了。反了天了！我老婆今天明明在家里带孩子，哪里跑出来的疯子敢败坏我的名声？保镖，马上跟我去1楼影院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我的地盘上找死！你这个小机灵鬼，这都能想得出来，绝了！那可不，应急处理能力满分。商场最忌讳的就是有人打着高管的旗号招摇撞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那王大妈非要冒充什么总经理夫人，我也想不到这招绝杀。没错，走吧，去警局。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警官您好，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免贵姓周，代表我的当事人郑重声明，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。针对这位女士的行为，我们不仅拒绝和解，还要正式提起诉讼。除了寻衅滋事、侵犯名誉权之外，我们还要起诉你敲诈勒索和偷盗财物。警官，剩下由我的律师来处理。你别走，小姑娘，你别走啊！干什么？昨晚谁让你站起来的？这里是警局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小姑娘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儿子心智不开啊，离不开我，我愿意15万赔偿，你放过我行不行？求求你啦！本是小事，当初认错让座便能了结。你倚老蛮横，步步阶级，自断后路，落到这般境地，全是咎由自取。全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放心，你刚才承诺的赔偿金，我1分都不会少要。但同时看着你把牢底坐穿，亦是我所愿。这2样，你一样都跑不掉。我们法庭上见吧。真有你的，刚才在里面气场2.8米啊，你都没看到那老女人最后看你的眼神，估计想把你生吞活剥了。随她去吧，无能狂怒而已。我今天算是彻底悟出了一个真理：我们不找事儿，但我们也不怕事儿，拒绝道德绑架。刚才在里面把肺里的浊气排干净了，现在轮到胃里空虚了，饿死我了！跟着你折腾了一晚上，我的卡路里都燃烧殆尽了。走，吃点东西去。走，我要吃烤串、羊肉串、五花肉、烤韭菜，通通多放辣椒。今天本小姐请客，庆祝我们大获全胜。注意看，这个老女人太嚣张，电影院奇葩母子强行霸座，不仅不道歉，反而倒打一耙，偷票栽赃可怜的小姑娘。我的天，嚯，姐妹，咱们上热门啦！
你看，不知道是当时哪个好心观众偷偷录下来的，发酵的太快了，底下评论都已经好几万了，全是在骂那对母子的。网友的战斗力也太强了吧！让他火去呗，黑红也是红，反正视频里丢人现眼、毫无打线的又不是我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对谁错，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2位美女，你们的串齐了，趁热吃啊，不够再加。喂，周律师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？还没呢，刚加完班，把你这个案子的材料全部梳理了一遍。我觉得有必要跟你同步一下后续的法律流程，让你安心。您辛苦了，您说。那块价值17万的手表，我已联系权威机构，明日专车速检，监控、笔录均已备份留存。只要手表鉴定结果一出来，核心证据就彻底闭环，下周案子便会移送检方起诉。你放心，这个案子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神仙来了也翻不了案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该走的程序就走，绝不妥协。干杯，敬法律。希望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，明天能安安静静上一天班吧。放心吧，17万啊，够他在里面蹲到头发发白。而且周律师不是也说了吗？别担心啦，回去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苏苏昨天给我看的吗？今天播放量已经500万、1000万，还在涨。这大妈是来搞笑的吧？霸座还这么理直气壮。17万的手表都敢偷，嫌命长了这是。是视频里的小姐姐维权，这种泼妇绝不能惯着。人家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，体谅一下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就是一块表吗？至于把人送监狱吗？做人留一线吧。一块表而已，那是17万，又不是17块。这件事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小小，赶紧退出来，别看那些，他们就是因为事情没落到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。我知道，但就是觉得过分。这世界怎么了？受害者维权还要被说成太狠。好啦，别为这些人生气。对了，你问问周律师，送检结果出来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问问情况。既然你们觉得我狠，那我就让法律来回答。小小，正准备给你回过去，你就打来了。周明，派出所那边怎么说？情况怎么样？不太乐观。我刚才去派出所核实了对方的背景，那个老女人叫王秀兰，53岁，档案显示长期无业。她那个孩子叫李壮，35岁，医院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智力缺陷，在法律上属于基本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。然后呢？那2张票和手表都是从王秀兰手里搜出来的，这跟她儿子有什么关系？麻烦就在这儿，王秀兰现在开始卖惨了，而且她确实有一堆病，身体情况也不好。而且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如果判刑，监狱很可能会因为她的身体状况计收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因为她有病、霸座、偷窃、讹诈，我就全算了？这世上还有没有公理了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潇潇，法律是有底线的。盗窃17万，这在司法解释里已经迈进了数额特别巨大的红线。这种案子，检察院一定会提起公诉，谁也压不下来。我明天就带你去相关机构取手表的价值鉴定，然后我再把所有的监控、录音和证人员整理成证据链。如果最后真的定罪了，他这种数额到底能判多少年？刑法第264条写得很清楚，盗窃公私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没收财款。10年以上。王秀兰，既然你觉得占便宜没代价，那你就用这10年的牢狱饭慢慢买单吧。不过小小，你也得有个心理预期。王秀兰现在认罪态度还算端正，又是初犯，以前档案干干净净，再加上她那个35岁智力缺陷的儿子，确实离不开人照顾。综合就算从轻，法院10年这道坎儿，他也绝对跨不过去。我预估刑期会在10年到12年之间。小小，你要是觉得这刑期太重，或者不想把场面闹得太僵，其实咱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们可以主动找对方谈刑事和解。只要王秀兰愿意高额赔偿，你这边出具一份刑事谅解书，通过运作，他很有可能争取到缓刑，也就不用真的进去坐牢了。周律师，我很感谢你站在我的角度权衡利弊，但这份谅解书我绝对不会签。做错了事就该承担代价，我坚持走程序，不是因为那块表值17万，而是因为他当众卖险就能逃脱法律，还盗谍诬陷我是贼，那明天他就会去偷更贵的东西，这世上就会有第2个、第3个被他害得有口难辩的人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林晓，你果然一点都没变。行，既然雇主态度坚决，那咱们就死磕到底，公事公办，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谢谢你，周明。客气了。对了，明天早上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司法鉴证机构拿价值评估，那是咱们最硬的证据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小小，晚上出来春游一顿，我请客，咱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你这波为民除害，太解气了。好，地方你定。7分熟惠灵顿牛排、法式煎鹅肝、奶油松茸蘑菇汤，再来一瓶低度阿尔萨斯白葡萄酒，就这些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
折腾了这么久，总算所有证据全部整理完毕，现在只等着开庭就行。今天说好不谈案子，不看手机消息，专心网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言论直接屏蔽。太多人只看过短视频剪辑片段，靠着碎片化画面就随意评判整件事，根本不清楚前因后果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是整件事里的受害者，提前花费双倍价格抢购优选按摩座位，入场被强行霸占，好言沟通换来的是谩骂，争执过程中手表被对方肆意偷窃，事后还被王秀兰当众污蔑恶意霸座讹诈，到头来全世界都在劝我大度，劝我谅解。当初在影厅里，我们亲眼所见，王秀兰做了那么多事，从头到尾没有半分示弱可怜的模样。只有事发败露，查到偷窃17万手表，警方介入之后，她才开始卖博同情。这套卖惨套路骗得了不明真相的网友，骗不了亲眼目睹全过程的我们。吃饭吧。那不是这两天热门的那女孩子吗？还来西餐厅吃饭，家境也不差呀，非得跟一个老大妈计较。本来也是那老大妈不对在先，怎么女孩子就该被欺负？我看你是多管闲事。好了，是我不对，不该管闲事。这下放心了吧？还是明事理的人多。你说的对。你们快看，这个老太太实在太可怜了，一把年纪没收入，辛辛苦苦拉扯一个智力缺陷的儿子，就因为一时眼馋拿了块手表。小姑娘家境优越，手表随手就能再添置，非要揪着偷盗不放，硬生把案子做成刑事案件，心未免太狠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年轻人纵庸奢侈品，根本体会不到底层老百姓过日子有多难。老太太一辈子没见过高档腕表，看着梁晶晶误以为是几十块的地摊手品，算不上蓄意盗窃，顶多一时糊涂。小姑娘只要松口出具谅解书，既能积德行善，还能保全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原本只是小小的占座纠纷，互相迁就，换个位置就能了事。这个姑娘非要较真，从影院闹到报警立案，步步紧逼，把普通民事纠纷升级成刑事案件，摆明了仗着有钱欺负弱势群体。我看这个小姑娘就是想靠着这件事博流量、涨粉丝，故意放大矛盾，想博眼球，吃相实在难看。几位在随意评判之前，有没有完整看过事发全流程监控视频？知不知道事情完整经过？这位老太太并非单纯占座，霸占高价座位拒不退让，工作人员到场协调被骂，然后又趁着肢体冲突蓄意偷走我朋友称价值限量10万表，颠倒黑白，当众污蔑有恶意抢座、讹诈钱财、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、盗窃数额特别巨大，3项违法行为全部有完整证据佐证。不过是网上流传的视频，剪辑内容不能全信，老人穷苦不容易。包容是人情，守法是底线。我花全款购买影院优选按摩宝座位，对方没有使用权受任何权利强行侵占，偷窃财物值17万，在刑法界定中属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，本身就满足刑事立案标准。我依法报案追责，是法律赋予我的正当权利，和我家境贫富没有任何关联。老人家没见过名贵手表，不懂物件价值，算不上刻意盗窃，顶多无心之过。受害大度谅解才是做人本分。无心之过不会在被发现之后倒打一耙污蔑受害者抢东西，不会刻意把赃物藏在儿子身上规避搜查。事发当天，我从开场到保安到场，前后半个多小时全程克制沟通，是对方接连不算突破底线。换作是几位攒钱买下的贵重物品被人偷走，还被当众诬陷，你们还能轻飘飘说出谅解2字吗？奢侈品本来就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丢了还有能力再买，穷人一辈子攒不出10几万，不能用有钱人的标准为难底层。法律不会区分失窃财物是奢侈品还是日常用品，只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达到法定金额就构成盗窃罪。你们口中可怜的老太太，在影院撒泼时扬言老公是商场总经理，威胁关停影院，封杀所有在场观众，嚣张跋扈，丝毫不见落魄，只有面临牢狱灾时才开始卖惨。我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整个视频看下来，还真不是人家小姑娘不近人情，是那老大妈的问题。结账。这群人永远习惯性同情犯错的弱者，全然无视无辜受害者受到的财产损失与人格污蔑。今天这一天，我都在思考，把年过半百的王秀兰送进监狱，算不算赶尽杀绝？但经过今天这场争吵，我彻底打消和解念头。如果我因为对方家境凄惨，旁人轮番劝说就签下谅解书，让盗窃10几万、寻衅滋事的王秀兰轻轻松松缓刑脱身，就是对法律的漠视，更是对所有遵纪守法的普通人不公。今天我纵容王秀兰靠着卖惨躲过法律，往后就会有越来越多心存歹力之人效仿，借着家中有老弱残疾做挡箭牌，肆意霸占他人财物，侵害他人权益。也好，这些无端的指责反倒帮你拨开心里的纠结。开庭时，咱们全力配合周律师，把所有物证、人证、鉴定材料完整递交法庭，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刑事和解。没错，苦难值得同情，但恶行绝不能纵容。同情可以捐钱帮扶生活困难的弱善群体，却不能用来豁免违法犯罪的法律代价。所以王秀兰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别紧张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他儿子呢？
李庄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已经被送去福利院，有专人照顾了，今天不出席。现在宣布，被告人王秀兰涉嫌盗窃一案正式开庭。被告人王秀兰公然在公共场所强行占座，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价值17万元，且事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。本院指控王秀兰犯盗窃罪、诬告陷害罪、故意伤害罪，提请3罪并罚。这是手表的司法鉴定书，市场价17万0800元。被告人王秀兰，针对公诉人的指控，你可以进行最后陈述。法官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那天，我就是脑子一热，我就是想给大壮占个好座。那孩子命苦，他就爱看个电影，我真不是故意要偷那块表的，我就是看那表亮晶晶的，我想着儿媳妇一直嫌弃我和大壮，从来不让我进门，我就想着拿个像样的东西去讨好他。我哪知道那玩意儿值1套房子钱啊！我要是知道，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能伸手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的贫穷和自私从来不是伤害他人的借口。被告人王秀兰虽当庭认罪，但其动机仅仅是因为面临重刑而产生的恐惧，而非真诚悔罪。在案发现场，他暴力抗法，在侦查阶段，他多次推翻供述，即便到了今天，他依然以不知表价作为借口。法律规定，盗窃罪的成立绝不以是否知晓赃物价值为前提。被害人林晓，你有什么补充意见？法官，我想说几句。刚才听了王秀兰女士的陈述，她说她是为了儿子，为了讨好儿媳，因为不知道价格才犯下错。我不否认，你这一刻面对牢狱之灾时确实后悔了。但我更想问的是，如果那块手表不值17万，它只值100块，你还会觉得自己错了吗？如果那只是块100元的地摊货，你是不是依然会心安理得地戴在儿媳手上，甚至依然会对着丢了表的我破口大骂，污蔑我是个贼？他的后悔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我，而是因为他踢到他踢不动的钢板。这种后悔廉价且恶毒。在电影院的时候，王秀兰强占着我们的座位，我们耐心地好好跟王秀兰沟通，王秀兰不仅不听，还变本加厉。工作人员来了，王秀兰张嘴就骂；保安来了，王秀兰伸手就打；警察来了，王秀兰还敢当众撒泼碰瓷儿。从案发到被捕，王秀兰有过哪怕1秒钟觉得自己做错了吗？她之所以现在肯低头认错，不是她良心发现了，而是因为她知道那块手表值17万，知道她自己可能要坐10几年牢。如果那块手表今天只值10块钱，她还会认错吗？不会的，他只会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我就拿了你个小玩意儿，至于吗？所以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和解，也绝不接受王秀兰的道歉。王秀兰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这不仅是为了惩罚她，更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无论你偷的东西值多少钱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苦衷，盗窃就是盗窃，诬陷就是诬陷。休庭15分钟，合议庭进行评议。被告人王秀兰犯盗窃罪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；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。数罪并罚，本院决定对被告人王秀兰执行有期徒刑12年。走吧。小小，你刚才在法庭上那些话简直帅炸了！12年之下，他是真的要付出代价了。这就是代价。小小，你看，朋友圈都炸了，你那庭审记录截图转发都快破1000了。热度3天就下去了，谁还记得你是谁？这可不一样，小小，你这可是全国首例霸座判重刑的案子，有里程碑意义的。我就是个普通人。看个电影被欺负了，反击而已，别给我戴高帽子哈。林晓女士，请留步。你好，我是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丽，恭喜你打赢了官司。有事？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我们律所正在筹备一个公民维权公益项目，想邀请你来做特邀顾问，给钱吗？当然。每次出场费5000到2万不等。我没兴趣当什么网红，也不勉强。名片你留着，
改变主意了，随时联系。小小，你是不是傻呀？2万块一次，你请律师花了1万8呢。对方败诉，律师费是他们出的。那你也不亏啊，白捡的钱都不要，你是不是跟钱有仇？小小，等会儿，我去买杯奶茶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影院里跟人吵架的？我不是吵架，我是维权。对对对，维权！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，姑娘，你太厉害了！我老公要是有你一半的胆子，也不至于被人欺负成那样。我老公在工地上干活，包工头欠了半年工资10多万，他不敢要，怕被开除。我催他去劳动局，他说惹不起人家。看了你的视频，我跟他说了，咱不怕，咱有理。我老公还是不敢。我说你看看人家小姑娘，电影院被人占了座都敢叫警察，你10多万的血汗钱不敢要，你丢不丢人？大姐，你让你老公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，不行就去申请劳动仲裁，再不行就起诉。法律摆在那儿，不是摆设。拿着吃，自家种的，甜。哪儿来的？一个大姐给的，她老公被欠薪，她说谢谢我。哦。林晓，你看，你帮到人了，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很多人。天呐，小小，你快看这个视频平台的直播预告，标题写着“霸作案当事人林晓首次直播，讲述背后的故事”。这不是我。废话，当然不是你啦！有人冒充你，你看这个头像用的是你法院门口的照片，昵称直接叫林晓本人，已经有8万多预约了。确实是个假冒账号，简介写着霸作案当事人分享我的维权经历，直播时间定在今晚8点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蹭热度蹭到这种程度，小小，我们要不要报警？先不急，看看他今晚直播说什么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林晓，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霸作案的当事人。感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，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心路历程。他哪一点像你了？你长这样吗？继续看看。视频里声音失真了，我本人就这样。那个大家，我看他慌了，证出来了，打假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，刷屏了。黑了，他跑了，下线了。你看他最后那表情。看吧，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。要不你就开个号吧，省得别人冒充你。你不用当网红，就当记录生活，不想说的话不说，不想拍的不拍，总行了吧？有道理。我是林晓，这个号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林小姐，你好，我叫阿强，是个外卖骑手。上个月送餐的时候被一个客户恶意投诉，平台不分青红皂白扣了我500块钱。我去找他理论，他叫来几个朋友把我打了一顿，手机也摔碎了。我去找平台，平台说以客户评价为准。我去找律师，律师说这事儿太小，不值得打官司。姐，我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姐，我不是在意那500块钱，我就是气不过，凭什么？我辛辛苦苦送了餐，准时准点，汤都没洒，那客户自己写错了地址，我多跑了3公里给他送过去，他转头就投诉我说态度不好，我态度哪里不好了？他打你的时候有人看到吗？有，小区保安看到了，但是保安不愿意作证，说不想惹麻烦。医院的验伤报告呢？我去医院看了，医生说就是皮外伤，不需要住院，但验伤报告我开了。好，你现在做3件事儿。第一，把验伤报告附近3份；第二，去派出所要求立案；第三，把这件事发到网上，带上平台的名称，挨追当地的媒体。姐，发到网上会不会闹太大了？我还要干这行呢。你干了这行，这行保护你了吗？平台扣你钱的时候保护你了吗？你不发声，就永远没人知道外卖骑手被欺负成什么样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姐，成了。那个打人的客户被警察带走了，行政拘留10天，罚款500，平台也道歉了，还补偿了我1000块。小小，你又做好事啦？不是我做的，是他自己做的，我只是推了他一把。小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做的事儿比当什么网红有意义多了？我没想过。我觉得你应该想想，现在你的一句话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这不是负担，这是你的武器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？我一直都能说，是你以前不给我机会。刘律师，你上次说的那个顾问还缺人吗？随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晓。
1年前，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上班族，唯一不普通的是我在一家电影院里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人，是他教会我一味的退让只会助长坏人的气焰，教会了我法律不是摆设，是武器，是你最坚硬的后盾。谢谢大家。